独孤远，朕视你为知己多年，你就是这样对待朕的吗？哼，谢延启，这就是你我的宿命。既然这样，我也不会手下留情。今日我们就来做个了断吧。哼，好啊，我也正想会会你呢。你们都听着，今日是我与独孤远二人之间的事。没有我的命令，谁也不许出手。皇上，这是圣旨。是，臣遵旨。你们也都听好了，今天我要是死在他的剑下，我明炼宫从此绝迹江湖。你们保护好尹姑娘。是。皇帝御驾亲征，姑娘你快回去吧。皇上来了，那独孤远呢？尊上已在外迎战多时，他们也打了好几十个回合了。哎呀！这个镯子是母亲传给当家媳妇儿的标志。身体好些了吗？好些了。你打算如何处置他？你觉得我应该如何处置他？虽然我已经与他恩断义绝，此生不再往来，但是还请你放了他，因为他毕竟是当今圣上，而且他还是一位爱民的好皇上。倘若你杀了他，那就是冒天下之大不韪。就算有朝一日你当上了皇上，那天下的百姓也不会被你折服。到那时，你的江山还是坐不稳啊！你是在关心我吗？当然是。我知道，你是怕我跟他旧情复燃。你放心，你若放他走，我定会留在明炼宫，此生不再与他相见。此话当真？当真。我发誓，我不用你发誓，我相信你。我答应你，我会放了他。真的？事已至此，说什么也没用。你走吧。我既然来了，若是见不到晴柔，我是不会走的。晴柔她是不会见你的，毕竟是你当初抛弃了她。我没有。罢了，跟你无需多做解释。你我相交一场，也只怪我当初识人不清。我无话可说，但晴柔我是一定要见的。哼，跟我讲条件吗？你就不怕我把你扔出这明炼宫吗？哼，你可以啊，但是你会吗？想想吧，在你面前的可是当今的皇上，你可以用我换回任何你想要的东西。激将法，你知道我独孤远是不会拿你换任何东西的。现在在我心里，晴柔就是我的一切。我给你1天的时间，自行离开，
否则我对你不客气。哎，那个人他走了吗？没，他还没走呢。他怎么不走？活该，爱走不走。哦，对了，他说什么没有？他说啊，他不走，就算把他扔了也不走，换东西也不走。他说要见到姑娘你以后才走，哪怕就说几句话呢。因为不说清楚，他走了也不会甘心的。都已经来了，不达目的绝不罢休。好了好了，你下去吧，我知道了。是。他这个人有没有责任心啊？他以为自己什么身份啊？让这么不负责任的人当领导，我也是醉了。他以为自己情圣啊？真是的，你说，你都和你的青梅竹马蓝梦重温了，我都腾出地儿了，还非要来见我，哼，说不见就不见，我是有定力的。要不还是见一下下，反正就是见一面嘛，正好让他死心了，让他回去好好工作了。我这么做也是为了天下的百姓啊。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。喂，冰块脸，你可别以为我是专门来看你的，我就是想来问问你，你怎么还不走啊？你把这儿当什么地方了？你每天在这白吃白喝的，还要别人来伺候你，为人多麻烦啊！你还把不把自己当俘虏了？青柔，几日不见，你为何消瘦了许多？哎，你干什么？别动手动脚的。本姑娘最近正在减肥，你可千万别自作多情，以为我是为了你啊！哦，我并没有这么想，但若你真的是为了我，我会很开心的。这本来正在讨论赶你走的事儿，怎么又跑到我体重问题上了？罢了，等我问清楚，我自然会走。当然，我要带你一起走。谁要跟你一起走啊？你别痴心妄想了。哦，你要问什么问题啊？想问你为何离开，为何不告而别？你现在居然还问这个问题？你的脑袋里装的是什么？是浆糊吗？你每天怎么管理国家的？你看得懂奏折吗？我为什么走？难道你还不清楚吗？我的意思是什么？你说。是你何时开始移情别恋的？哎呀，林姑娘，你该吃药了。你才该吃药了呢！你全家都该吃药了。本姑娘现在好得很，我现在胃口大开，早上还去爬山。这药我不吃了。姑娘，您就别为难属下了。尊上说，这药不能停。